一个是 DNF 的魔法师配色，一个是崩坏星穹铁道的大黑塔。这两个涂装你会喜欢哪一个呢？马上大货就要出了，这里准备一盒限定配色，之后在动态评论区抽奖送出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3连点赞支持。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异世界女行手杖第2弹新手法师马尔斯·斯托克。这次模型到手后是能够看到一些改进的，相对于前作模型多给了一个关节板件，除了替换了 POM 键零件材质，在脖子部分也做出了新规设计，增加了脖子部分的稳固度，在手腕关节上也从原本的斜切关节设计替换到了平切关节，在保留关节可动的同时，就此解决了之前断手腕的问题啊。素体在可动性方面的玩法依旧得到了保留，如小腿和大腿的平状关节，还有优秀的屈膝或者是曲肘表现。附赠的装备附着零件如果够多的话，其实可以把边上的装给削掉，给模型增加一些身高，虽然从表现上来说聊胜于无啊。至于玩法方面，看过别的 UP 主测评的兄弟已经了解了一些，那我这边主要叙述一下作为模型制作和喷涂来说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然如果有没有提及到的，之后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提出来，我们都会进行回复。首先要提到的点就是这款模型给我带来的拼装体验非常快捷，除了几个稍微粗一点的水口位需要神之手一刀流，其他位置几乎就是按压水口，不需要任何工具就可以直接取下来，再根据说明书的模型展示图进行摆放，然后拼装。整个流程将近半个小时就能做好，作为拼装模型来说，这个效率是挺高的。在组合度方面，除了注意身上铃铛小零件的遗失，其次就是在脚踝关节的铃铛，还有小臂关节的服饰，在安装时需要用点力或者是进行打磨，不然组合度会有些偏紧了。在帽子的最右边的大蝴蝶结上，一定要注意蝴蝶结的角度，它是向左倾斜的，如果没有对准角度，是没有办法以错误的角度进行安装的，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成品的表现唯一注重的地方就是在帽子部分的模型采用的分件有一条明显的合模线，这里只能通过无缝的方式去进行处理。那肯定会有小伙伴问了，那你怎么没处理呢？所以这款模型的零件我个人是不建议做无缝的，一般我们无缝会用到的产品是田宫的铝改溜缝胶，但试验下来的话，溜缝胶对零件的侵蚀还是比较大的，难以避免的会出现一些开裂的问题，所以喜欢做无缝的玩家这次是无福消受了。然后是喷涂改色的部分啊，两款的喷涂制作都是正常的修建、打磨、补土、面漆和保护漆的流程。这里用到的补土是冲击波，面漆使用到了降雨加的常规色和盖亚的会场限定色。零件的表面处理相对干净，并没有进行超声波清洗，喷涂中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证明表面是没有脱模剂残留的，出厂时处理的比较干净。其次大家会看到 DNF 魔法师配色当中，我这款魔杖是做出了破碎的效果，而且大家仔细看会发现这个破碎效果非常的自然，我愿称之为天工造物啊。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我想让这个球球做出偏光和幻彩的配色，就像这边大黑塔配色和粉色配色的球球一样，在不同光线下体现的是不同颜色的表现，一个是用了偏光，一个则是用了各种金属漆进行交叉。然后第3个魔杖的话，我就把配色上面做的重复了，于是就用到了降雨的 CT04 去进行清洗，在洗完过后，零件虽然没有出现融化的情况啊，但是直接裂开了。那这边我有联系过官方，了解到透明件使用的材质是 PC 不是 ABS， 官方的回馈也说明到对材质进行了测试，后续在其他透明件上也会进行优化迭代，所以目前的产品如果大家需要改色或者喷涂，建议一次就过啊。之后的弓箭手出货后也会给大家做详细的测评和喷涂改造的细节说明，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还就3连关注，你的鼓励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我是后期喵，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我们下期再见。